假如换个流量拿到那个提名，结果会一样吗？聊聊肖战这一部的真正分量。我先问你一个假设，假如今天拿到白玉兰视帝提名的不是肖战，而是随便换成流量世代里另一个人，结果会一样吗？我的答案是不会，而且差得很远。你先记住这句话，我这期就想把这个不会给你拆开，一层一层拆给你看。因为说实话，读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盯着首位入围这4个字愣了好几秒，不是因为排名这东西天天变，是因为那个第一次。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咱们先把这份东西说清楚。2026年白玉兰奖季一结束，网上就冒出来一份关于 Space 男顶流的排名，讨论度挺高。我先声明啊，这份排名它不是任何官方机构发的，就是一部分媒体和行业观察者的视角，你把它当成市场情绪的一个切片来看就行，别当成盖章的结论。那这份切片说了啥呢？简单讲，肖战被放在了领先的位置，同时被提到的还有好几位，王一博、谭健次、杨洋、程毅、王鹤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业，商务的、时尚的、影视的，都做得有声有色。我这里必须说一句公道话哈，这几位每一个都是凭本事在这个赛道上跑的，各有各的打法，没有谁比谁差这一说，只有路子不一样。这个前提我先摆在这儿。但排名这份榜单里，真正让肖战往前站的那个理由，注意，是理由，不是名次本身，是他凭藏海传入围了这一届白玉兰的视帝提名。而这个提名含着好几个第一，他是提名名单里第一个90后，也是这么多年来难得一个靠古装大男主挤进主流视帝提名的第一个。你品这几个字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件事到底该怎么看？我知道网上不是一种声音，是好几种。我索性把主要的3种声音整理一下，先说清楚啊，下面这几种里有一种不是我的观点，我先摆给你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第一种声音，我叫它市场派。这波人看重的是硬数据、传播影响力、商业价值、时尚资源、代言体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肖战确实稳，多个领域常年在线，不靠单一板块吃饭。市场派会说，一个人能把这么多条线同时 hold 住，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。这个逻辑我认同大半。第二种声音就是我刚说的，不是我的观点那种，我搬个大概的意思给你。网上有一种情绪是，提名了又没拿奖，那算什么？陪跑而已。这种说法声量还不小。我停一下。这话听着好像挺清醒，对吧？但你顺着他的逻辑往下走2步，就会发现哪儿不对了。这一届的视帝，最后是于和伟凭《沉默的荣耀》拿的，那是人家2封，实至名归，这没啥好争的。可问题在于，讲这个东西，它有周期，有太多台面下的变量，评委构成，当年的作品池子，题材的轮动，这些跟一个演员在镜头前到底演得怎么样，中间隔着好多层。所以你不能拿最终有没有捧杯去反推一个人的业务能力。真正难的，真正说明问题的，是入围这一步，是那个把你从一大片人里筛进最后名单的动作。尤其对一个流量出身，还是靠古装大男主进来的演员来说，这一关卡的从来不只是演技，还有整个行业对流量、古装这些标签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。他是难得一个把这道门推开一条缝的人。所以陪跑这个词用在这儿，我觉得是把最重的那部分给看清了。说句心里话，这种能被主流体系筛进来的坚持真的不容易，值得被看见。第3种声音，长期派。这波人不太看一时的热度，看的是一个演员能不能持续拿到好项目，有没有主流体系的认可，作品的成色够不够。从这个角度，提名这件事的分量就更重了。因为它不是粉丝投出来的，是行业内部这套系统给的信号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系统愿意给你一张入场券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开始把你当演员看，而不只是当数据看。这个转变比任何一个奖杯都金贵。3种声音摆完了，
那我到底站哪边？我明说，我倾向第三种，而且我认为第一种是他的地基。这个判断我得保留一点余地哈，凭我看到的公开信息说的，不是100%拿到了内部资料，但我倾向的挺坚定的。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，整个流量时代这些年最大的一道坎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天花板，你红是红，但主流认不认你？多少人卡在这道坎前面，商业上风生水起，可一到证据评价、专业奖项这块，就像撞了一层玻璃，看得见上面，够不着。肖战这次做的事，说白了，是难得一个在这层玻璃上敲出了裂纹的人，还是用一部古装敲的，这个更不容易。这就好比下围棋，你别老盯着眼前这一子吃没吃到，真正的高手走的是格局，是长远的布局。这一步提名，在我看来就是一手弃子取势的好棋，眼前那座奖杯没落袋，可整个盘面的事往他这边倾了一大截。而且你看他手里下一步的牌，那个大体量的项目《10日中烟》，柠檬影视加腾讯出品，他演男主角旗下啊，这个片名我核对一下，对，10日中烟，没记错。选这种项目，说明他很清楚自己要往哪儿走，不是哪个热蹭哪个，是奔着作品立身这条最慢但最稳的路去的。慢工出细活，这个道理走得远的人都懂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补一句，刚才聊到主流认可这块，其实前几年整个市场对流量演员古装剧的容忍度是很低的，那阵子行业里一有争议就先怪流量，这是大环境。行，现在回到肖战，正是在那种大环境里，他还能一步一步把认可攒到今天，你就更能体会这条路有多不好走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假设，换个人，结果会不会一样？我的答案还是那2个字，不会。因为这个第一次，它不是运气砸中的，是一整套判断，一整段坚持，加上一点点行业窗口期，凑齐了才有的。这3样，缺一样都成不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意思，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转折，它可能是整个流量世代往演员身份过渡的一个节点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好，这期本来到这就该收了。但是关于那个10日中烟，还有关于他下一步到底想把自己带到一个什么位置，其实还有一个一直没什么人正经聊的细节，我留到下期。下期咱们专门掰扯一个演员从被系统看见到被系统认下，中间还差哪一步，以及这一步他准备怎么走。懂行的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这期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